甘蔗、椰树、烟草，田地里的景象预示着又是一年丰收。然而土地里的农民却露不出半点笑容，他们衣衫不整，面黄肌瘦，正在为自己的下一顿饭发愁。这就是20世纪前半段菲律宾的景象。自美西战争结束以后，菲律宾在美国的阴影下生存了100多年。然而被头号强国庇护了这么长时间，菲律宾的现状却没有多少好转。为何美国不去扶植菲律宾？实际上，在美国人的操纵下，菲律宾早就变成了西方殖民者一手培养出来的经济怪胎。当无敌舰队、海上贸易、大航海时代都已成为往事，瑟缩在古巴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还在幻想着重现当年的辉煌。然而，西方的后起之秀美国已经把西班牙当成了与老牌帝国争夺殖民地的突破口。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从美洲一直打到亚洲。当年5月1号，美国舰队从中国香港出发，在马尼拉湾打败西班牙舰队，3个月后占领了马尼拉。10月份，美国与西班牙签订美西巴黎合约，至此菲律宾正式易主。美国从一开始对进军菲律宾的目的就非常明确。时任美国总统麦金莱对巴黎和会美国与会代表的要求是，美国至少需要获得吕宋岛的全部权利。完成对菲律宾的占领后，美国国会于1902年通过菲律宾法案，依照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打造了菲律宾的政治体系。不过，菲律宾人的这3项权利却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伪装在民主下的政治是美国人给菲律宾下的第一个套。立法方面，由菲律宾委员会和菲律宾议会充当上下两院，其中菲律宾委员会由美国总统委任，而菲律宾议会虽然由菲律宾人选举，但选举人条件极其严苛，只有极少数本土精英有资格竞选议员。议会通过的文件需经过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审批，美国参议院可以对其随意修改。行政方面，菲律宾政务由总督总揽，美国总统经参议院审批后，对正副总督和各部长有任免权，他们实际上对美国总统和美国参议院负责。司法方面，菲律宾各法院由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共同组成，法官同样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审核后任命，并且美国相关法院对菲律宾法院的判决有复审权。所谓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向宗主国集权。为了平息菲律宾人的怒火，菲律宾法案还规定，菲律宾两院可以各自向华盛顿派驻1名专员，享受众议员待遇，但不享有投票权。这意味着菲律宾的地位远不及美国的一个州。即便后来菲律宾成为自治领乃至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它与美国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1935年，奎松当选菲律宾第1任总统。此时，美国已经通过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承认了菲律宾的自治地位和未来的独立地位。但在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劝说下，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只同意在奎松的就职典礼上鸣19响礼炮，而非国家元首应有的21响。总督一职撤销后，高级专员、特使以及战争时期的美国军事将领依旧掌握着菲律宾的最高权力。麦克阿瑟还没当上日本太上皇时，就曾对他的助手说，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掌控菲律宾。除了制度上的控制，美国人还在菲律宾开设了1000多所学校，学校里的老师由美军士兵担任，专门负责向菲律宾青少年教授英语，传播美国文化。而在阶级划分上，美国人沿用了西班牙时代的门阀制度，以至于菲律宾至今都是一个群雄割据的国度。即使菲律宾在1946年完成了名义上的独立，但美国人在菲律宾依旧享有太上皇一般的地位。美军在马尼拉等地设有军事基地，并在基地内行使司法管辖权。一系列协议使菲律宾与美国经济高度绑定。美国人控制菲律宾政治的目的，就是在下一步将其变为自己控制下的经济怪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初，对这片群岛的评价是，它的资源不足以支持殖民地建设，但因为靠近中国、日本等亚洲富裕国家，而具备了天然的贸易优势。等到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这种单方面的资源抢占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与其他大多数被殖民地一样，菲律宾的作用就是成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1909年出台的佩恩·奥尔德奇法规定，美国出口到菲律宾的商品完全免税，也没有数量限制。而菲律宾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则需要区别对待，比如美国人不需要的菲律宾大米，在美国海关那里得不到半点优惠，而蔗糖、烟草等紧俏商品则拥有大量的免税配额。各种加工产品中，只有外国原料的价值低于20%时才可以免税，这相当于只接纳了菲律宾的初加工产品。殖民地的出现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
美国私人资本历年对菲律宾的投资从1914年的6400万美元一直上涨到了1939年的2.69亿美元。这些资本占领了菲律宾60%的工业和几乎整个金融业。当时菲律宾银行的15家银行中，由菲律宾人和非籍西班牙人控制的只有最末流的2家，在整个银行资产中的比例占比不到1%。美国资本在来到菲律宾之后，对提升菲律宾本地基建与工业水平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基本都被用来开办制糖厂、榨油厂和兼并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美国资本大肆入侵的同时，殖民当局也在积极配合他们的行动。1903年，美国政府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以724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教廷在菲律宾的41万英亩土地。之后，美国人一边宣称要将这些土地交给菲律宾人，一边对认领土地制定了严苛的条件。最终，这些土地几乎全部落到了美国人和菲律宾大地主手中。随着土地的开发，中吕宋等地的森林也发生了严重的退化，原本可以通过打猎、砍柴补充生活资料的农民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劳动力进一步向种植园集中。在利益的驱使下，种植园里种的绝大多数都是烟草、咖啡等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产量越来越少。一个原本生产稻米的地区，需要常年进口粮食才能缓解口粮危机。整个美国统治期间，菲律宾的农民运动此起彼伏，但丝毫没有影响殖民当局推广经济作物。几十年如一日的经济剥削，使菲律宾经济发展严重畸形。1910年到1920年，菲律宾的烟草、甘蔗、椰子种植面积分别增加了89%、137%和142%，而稻米种植面积还不及西班牙统治末期。这些经济作物构成了全部出口产值的90%以上。在菲律宾的国民经济构成中，工业只占了14.5%。怪胎的另一面是菲律宾被美国绑架。2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对上述经济作物的需求量大幅降低。菲律宾糖和椰油的价格分别下降3%和2%。1929年至193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麻和椰油的价格又都下降了2%以上。从殖民地变成自治领的那几年，菲律宾政府连续几年入不敷出，其中仅1940年的资金缺口就高达2558.6万比索。也正因为如此，菲律宾始终希望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但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版图内的齿轮之后，菲律宾的改变之路走得相当不顺畅。二战结束后，菲律宾趁着战后复苏，有过一段连续增长的时光。然而到了1982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势头戛然而止。此后1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4%，其中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还没等真正发展起来，菲律宾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此时亚洲还未出现经济危机，四小龙门的时代也即将开始。为何菲律宾的富强之路会戛然而止？政局动荡、武装冲突、产业升级失败等都可视作具体原因，但实际上菲律宾的经济衰退早就能看出端倪。60年代初期的第一波产业转移浪潮中，周边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承接发达经济体淘汰下来的产业，菲律宾政府却显得畏畏缩缩，错过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怪不得菲律宾政府过于保守，实在是美国给这个国家留下的工业基础太差了，自家的进口替代都还没有完成，哪里敢贸然搞产业升级和出口贸易呢？从那以后，菲律宾就与整个亚洲脱了节，之后20年的繁荣无非是美国和日本强撑的结果。70年代末，菲律宾政府终于回过神来，却又操之过急。90亿美元的能源开发计划，60亿美元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还有持续扩张的国有企业，他们在80年代初成为了菲律宾的沉重包袱。面对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菲律宾政府只能靠借钱缓解，而且在1980至1981年度，一借就是58亿美元。从那时起，摆在菲律宾面前的就是一条不归路。1983年阿基诺遇刺事件后，外部资本对菲律宾的投资日益减少，随之而来的是本土工业急剧衰退，外贸赤字不断扩大。从1986年的2亿美元疯涨到1990年的40.2亿美元。从那以后，菲律宾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在菲律宾身上，小国不可同时把握安全感与富强这件事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彻底脱离美国之前，菲律宾实际上很难走上真正的富强之路。